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钢筋肉亚索是吧？这位新之钢亚索的发明者，带的话是带那个叫什么？叫不灭之握配3率，然后再搭配一个攻速。像如果说你想要叠个1000、2000那种，除非是对面有个那种也有新之钢的嘛，两边在护钢，友好护钢，这样一直打，才有机会叠的那么多。能像一局能叠个1000出头，其实对于整体来说已经算是很好的了，已经是上限了。这么说，其实像对面那个阿卡丽的话哈，他的 Q 其实伤害并不是很高，但真正的是什么 Q 完以后打出来的那下平 A 强化平 A 是很高，伤害很高。所以前期的话可以说被对面那个这里的话打了一套吹起来，不要给他 A 出来，一个 EQ， 对面打野来了，这时候的话往下面走就行了，想找机会杀了他，把闪现给逼出来了，又吹了一手，这里也闪现也逼出来了，对面想变奏来找机会啊，反倒是拖了自己的发野节奏。对面的阿卡丽走来走去很灵活，先不说他玩的怎么样哈，但这样子的话很难去在前期叠不灭。这里的话前期利用风去，对吧？每一波换血都有一次不灭，你知道吧？那么他在等5级。不要给他机会，吃完这波兵线直接走就好了。因为前期攻速并不是太够的，所以跟他对拼并不是很大的优势。这里的话注意位置，不要给他就是大招打出来的机会。这里延迟接一手大招，风墙挡掉了他的损武，给他挂上损武的话，他可能反打一套。再补一个攻速的话，会叠钢会叠得更熟，但是补攻速的话，你那个新之钢就会拖节奏啊，所以还是选择了直接把新之钢给裸出来。新之钢中单的话，新之钢没那么好叠，但你不灭的话，你不能去漏。中单的话不灭还是蛮好叠的。特别像阿卡丽这种，像这样子不停的去打不灭 Q， 对面是受不了的。打一层不灭，再给个风墙挡掉伤害，再吹一下又叠到一层不灭。你看这里在接大招 ，QE 这里没有吹到，但上去叠个不灭戳一下就好了。吹起来，人头到手，哇，好飘逸哦！对面的阿卡丽这么敢打，这点血量都敢回头来闪现回头来搞。像延迟接大招的话，可以打出更多的控制效果，但坏处就是有时候会漏接大招，知道吧？
就好处的话好几种吧，还有一种就是说会让对面产生一种错觉，就是觉得你不会接大招了，然后然后你又接上去了，是吧？还有就是更好，就是你确定好是不是要接上去，延迟一下。这里又戳一刀不灭，转一下，爽吃。哎，风墙挡掉，戳一刀 A 一下，戳一刀 A 下 E 一下，啊，轻松。就朴实无华的 QA 连招是吧？对面也是，就这么硬生生的吃。这局的话是大师段位啊，所以并不是很好。但这里反身一吹起来，交闪现，对方交闪你就必须得交闪，甚至可以给个风墙，但是很稳，风墙也不用给。龙女的话是没大没闪的，这阿卡丽已经昏头了，感觉耐心已经打没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这里面的话，已经250点生命值了，这个不灭，你前期能叠250点已经很恐怖了，好吧？这里 EQ 转了一下，反倒是被对面躲了一下 Q， 刚到了 EQ 接大招，落地 AQ。这有时候手速太快啊，我跟不上他那种，所以我也还是不要去跟那个。这里的话，他的连招是喜欢 AQ 啊。这里刚了一手双狮 EQ， 把龙女人都知道了。队友说：“你清高，你了不起。”哎呦，拉克斯，星之刚的话，其实还好，就是有个点哈，星之刚亚索有个好处就是血量厚，一直去耗对方中单，所以很就是对面如果是中单的话是没有那个蓝量，或者说就是并不是很就是扛不住、招不住亚索这么一直去消耗，一直打持续的。这样的话，有了狂徒以后，就可以疯狂在外面叠缸，就甚至可以不用回家了，除了要做装备，对吧？这里的话，跟以前有个差距，就是现在不选择做石像鬼了，而是选择做这个推棒。刚了一手，又刚，这里接大招 ，EQ 躲掉对面技能，对面已经失去理智了，这龙女。一个 QA， 这里没刚到，可惜对面还回来，有操作的心哦，但可惜遇到了绝活哥在那打单子号，我靠，挺讨厌这种人的哈。延迟接大招，永恩的话被他打死了。这里的话可以星之刚开始刚完了。一闪飞，但这里的话，龙女刚好扑过来了。EQ 接风墙 ，EQ 拉开，再 Q 再戳一刀，吃到这个枯尾，吹一手，再点火，再一拉开，再一技能拉开 ，EQ 接大招。哎，我说不过来了，我好累啊，我就。这里面已经快400层的星之刚了，我天！泰坦满血的都先死了，他残血的还死到最后。这狗头3-0的狗头啊，还是有点小肥的。失血的亚索，然后泰坦过来救，然后泰坦先死了，失血的亚索活到了最后，是吧？我去了。
哎呀，就这个什么泰坦死的话呀，亚索也跑不掉的，没办法。这边龙女对这个亚索的怀恨在心，感觉被戏耍了。说实话，那个龙女的大招应该是预判了的，就是扑出来的时候是放到了那个，就是故意放在过强的位置。这里回家补个推棒，能增加一点逃生手段是一点。哎，刚刚说到我的眼睛和嘴巴都跟不上来，你知道吧？中期玩星之刚的话，一定要拿红啊！打也不给你，你偷也偷一个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减速到了吗？没有红 buff， 可惜。这里的话延迟接大招是吧？刚也跌到了，不灭也跌到了。这里面在塘里面疯狂输出。这里的话推棒接闪现，吓一下他，并没有想着要去杀他。这里的话血量一下就回满了，我天，简直就是在外移动的那个什么战斗机，我天。对面的狗龙那个什么武魂融合技，我天，狗龙组合还是蛮强的哦，我靠，两个都是大后期，说实话。对面直接想拿大龙，有点过分了，必须得赶过去阻止他拿大龙啊。其实这样的话，龙女走不掉了，闪现 E 接 Q， 没有刚到。那这样的话，自家可以过来拿龙了。这里的话，先打架吧。永恩不过来，其实拿这条龙不好拿的。卡莎往上找，这里的话直接进场搅动后排。这里的话，阿卡丽把人给单杀了。这里先拉过来接 Q。这里 Q 吹到阿卡丽，射手的话疯狂打输出，打这个狗头呀！我要互相叠缸了，开始了。狗头的话应该是不做星之刚的。这个卡莎现在回头去打，那卡莎又要死了。这永恩还不来，那这样的话得1打2了。骚扰一下就好了。这血量回的是出了狂徒有血量回的是真快啊！这里刚一下，往后拉，吹一下，刚一下。这鱼人可以抢这个龙的没抢到，那没招了。这里含泪吃个红。买了破剑者以后，第4件就做巨型9头蛇。像这2个家伙，如果说你去直接跟他们打的话，是吧？他们不打龙了，然后直接来找亚索是打不过的，肯定会送这个人头。因为狗头跟那个什么龙女，这2个家伙搭配在一起确实恶心哦。而且很强，我感觉 EQ 推棒接 E 接 Q， 然后接大招上引燃轻松收掉，跑都跑不掉，而且打完以后还是满血，这离谱，感觉亚索在打自己的，队友在打队友的。
这里的话进场直接接大招 ，EQ 接刚一下，吹一下狗头，但是这里的话会被找死了。狗头，吃了2个塔的伤害 ，What the fuck？ 队友不太正常，我感觉。这里的话血量是到了1、2、3、4、5000多了，准备6000了，这血量。好像有6000了，我感觉。这血量叠的有点离谱啊！啊，魔鬼肉金锁。这样你可以看到，这里面已经拖了很久了，中间基本上都是在叠缸的路上，也才800多。这里小鱼人不备大招，哎呦！但对面又回来了，想反打，泰坦的大招晕住 ，EQ 烧掉人头。狗头上来了，这波可以打的。这里找到对面狗头，集火，直接给个引燃给狗头。这里 EQ 龙女的推棒挡到墙了，推到墙上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应该血量是超过了6000了。啊，6300多的那个血量。像这个装备的话，只要进到后排打他们的后排是很好打的。只不过这里面的话，是因为有那个龙女跟狗头这2个。啊，这里亚索、永恩2兄弟。不正面打团，正在那搞事情。永恩一个上一技能拉开，但这里吃到拉克斯的一套技能，哦 ，Q 到了。这里再刚一手，找狗头吃一下刚。这里直接接大招，好像打不太动，打了半天。Q， 然后 EQ 解风墙，吹一手但没吹到，可惜。再吹一手又没吹到。过来，这里的话给个风墙，刚一下 EQ 交闪，啊死了。但队友吃了太多伤害以后，对面已经没有太多的技能了。巨九跟那个血手的话是会根据你的生命值给你增加攻击力的，所以你只要活得越久，伤害就越高。424的攻击力，哦，这里的话直接赢下来了。那行，第一局的话就这么结束了。后面的话是一刀流的亚索，可以接着往下看啊。